这只准备越狱的大熊猫叫做金虎，而它越狱的原因很简单，只因它看到隔壁的妙音在玩球，看到妙音玩得很开心，它也很想玩，但是中间被透明的玻璃隔了起来。就这样，金虎失落地躺在了地上。看到金虎不开心，妙音越玩越起劲，最后当着金虎的面，拿着球慢慢地离开了镜头。妙音的话刺激到了金虎，为了过去玩妙音的玩具，金虎不知从哪里学的技能，用自己的玩具当肉垫，准备越狱到妙音的院子。玩具摆好后，他站了上去，奈何脚下的玩具不稳定，他准备攀爬时，玩具不停地晃动。经过3得9秒的内心挣扎后，他准备越狱了。突然开门声响起，奶妈不停地开门关门，用开门声吸引住了金虎，效果很明显，金虎果然停止了越狱。就在金虎准备再次攀爬时，随着较大的关门声响起，金虎果断放下了越狱，然后快速地跑开了。就这样，在金虎快要成功时，奶妈用开门的声音成功阻止了金虎越狱。就在金虎回内室途中，还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，他四仰八叉地撒了一泡尿。于是有网友开玩笑说道：“难道金虎的尿都被奶妈吓了出来？”见过这样越狱的大熊猫吗？这只大熊猫太牛了，为了越狱，直接拆掉一扇门，最后还成功越狱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只大熊猫发现自己房间的门有点不对劲，用手扒拉一番后，发现很薄，而且还扒得动，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从他的脑海中响起，那就是越狱。说干就干，直接用双手就将这扇门给折弯了。根据老衲多年的经验来看，这扇门好像就是一张铁皮呀，也不要小看它弱不禁风，换做老衲这么扒拉的话，根本弄不弯。所以大熊猫虽然可爱，它们毕竟是熊不是猫，大家在野外见到它们一定要注意。这只大熊猫发现，只要自己不用力，这扇门就会自动归位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只要思想不滑坡，方法总比困难多。万万没想到，他把铁门压弯的同时，还将自己身体压了上去。就这样，在他脚离地的一瞬间，他被铁门的弹性给弹了出去。工作人员通过监控发现后，防止他再次越狱。第二天就来给房间进行装修，不仅把铁门搬走了，就连室内所有东西都搬走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房间已经大变样，当初的铁门已经变得厚实。不死心的他爬到门上，看着四周，准备寻找下一个越狱机会。然而并不理想，内场不行，那就到外场寻找机会。来到外场后，他很轻易的就爬上了铁窗。就在他准备离开之时，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起了铁饭碗比较难烤，然后又放下了越狱。大家好，我给大家变个魔术。万万没想到，大熊猫也会变魔术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在南花花被萌男2分天下的情况下，灵岩靠着整活硬生生杀了出来，成为了2024年大熊猫的顶流。胖大海见状，是时候出招了。怎么着，这熊界的江湖也要有我胖大海的一份。这次胖大海不再是只顾着玩胖头鱼，而是走上了变魔术之路。各位姨们请看好，我手里是一个空笼子，我手一抓就能抓出来一个东西。随着胖大海抓出一个嫩笋，现场一片惊呼。之前大家常说有胖大海的地方就有一个鸡笼，现如今我才知道，胖大海那是在下一盘大棋，就是寻找合适的鸡笼来表演魔术。这第一次尝试，效果还行，希望胖大海继续发扬光大，从而成为熊界薛之谦，然后一炮而红。还没等到胖大海的第二个魔术，他就敲门要奶爸加餐了。奶爸一看时间差不多了，就把门给打开了。然后胖大海又吃上了美味的嫩笋。大海要不少吃一点，留一点明天变魔术呢。结果嫩笋被他一扫而尽，变魔术的事也被他抛之脑后。吃完东西，一天劳累的他便躺在地上准备睡觉。这家伙还知道盖被子，他不会是在二哥那里偷学的吧？大海盖被子也不是1次2次了，真是个讲究熊。睡吧睡吧，晚安。熊猫被游客扔可乐，然后吓到双手抱头，看着好可怜呀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当时大熊猫兰香正在吃竹子，突然一瓶可乐快速砸了过来，差点就砸中了兰香。突如其来的一幕把兰香给吓坏了，怕再有东西飞来，然后他就紧捂脑袋。这一幕
看得真叫人心疼。过了好长时间，他才缓过来，然后像其他小熊一样，对着眼前的东西感到好奇，随后抱着可乐就啃了起来。如果真让他吃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幸好他啃了一会后，就放弃了吃的想法，然后将其放在脑袋上摩擦。随着可乐瓶掉下来后，他再也没捡起来。而另一边，扔可乐瓶子的罪魁祸首被姨们围了起来，然后被大家集体讨伐，并痛骂了一顿。要不是有保安拦着，他估计就要挨揍了。这里我要为这些姨们点个赞，姨们辛苦了。考虑到他的安全，也因为他的这个行为，最后叔叔将他给带走了。坏人被带走后，兰香情绪还处在低落中，奶爸收他，他也不愿意回去。见兰香收不回去，奶爸试图用杆子把瓶子勾走，结果没有成功。随后兰香直接跑到架子上躺了起来。奶成奶爸见状，为了防止瓶子对兰香造成伤害，观察了一番后，冒着危险进入院子，直接过来把可乐瓶子拿走。盘点大熊猫坑爹名场面。前不久，新顶流灵年又玩出了新花样。寒冬腊月天，不仅泡冰泉唱歌，还津津有味吃起洗澡水冰块卖惨。目睹这一切的奶爸在一旁瑟瑟发抖。这真的是要让我死往上吗？我给你放个悲催点的音乐吗？如今天气变暖，他不仅吃起了枯草，身旁的嫩竹更是被他放置一旁。先前他还坐在雪地里啃过木桩，边啃边叹气，这是铁了心的让奶爸背锅呀。隔壁的麦麦听闻后，心想坑爹这事他最在行，就和灵岩攀比了起来，不仅蜷缩在角落里，氛围直接拉满，而且还边吃鸡笼边哭泣。特么的，你们俩演技一个比一个牛，奶爸也是一点一点被你们送上热搜。而我们的阳光大男孩萌兰就比较聪明，选了个离游客最近的地方，啃着树枝，边啃边看游客的反应，仿佛在诉说奶爸是怎么不给他吃的。要不是看到他300多斤的大胖身体，真的就信了他的卖惨行为。萌兰卖惨不是1次2次了，奶爸可能想哭的心都有了。看来他连夜联系黄连奶爸取经，怎么才能不被记出刻板行为？而全网被骂的最惨的，当属小奇迹的奶爸。奶爸给小奇迹都喂了许多笋笋和胡萝卜，还拿来盆奶问他吃不吃。哪知道这小子不仅不理奶爸，转身就将杂草给嘴里炫，直接让奶爸在网上凉得透透的。而感同身受的还有这位天津段子手老冯。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八里台的二姑奶奶喜乐。大热天喜乐穿深貂，耍脾气不可回空调房，瞧给冯奶爸急得都喊他祖宗了。祖宗回去吧，行吧，我已经受不了了，我都快死在这儿了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就在前几天，喜乐因为1天不见老冯不肯下班，寇师傅收他时，硬生生叫了2个小时都没收回去，都把寇师傅给急坏了。乐乐，回去吧，你是我姥爷。哎，不得不说，咱们的国宝真是把奶爸拿捏得死死的。而这只大熊猫就更牛了，差点让奶爸下跪。奶爸为了锻炼雪宝的后肢力量，吃小苹果时让他站立。雪宝为了不那么辛苦吃到食物，竟当场跪在了地上。奶爸一看，这怎么能行？这不是让自己死网上吗？奶爸恨不得当场也给雪宝磕一个。网友们还知道哪些啃爹的大熊猫呢？